们现在来看一场王子复仇记，我们来看神的武器大观。哈巴谷说，当神降临的时候，他的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启示录说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以赛亚说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，使它着起来。这几节经文呢，我们把它整合一下，其实在我们的脑袋里，我们就好像看见一个武侠片，里面有一个这个武林高手，他修炼完毕要下山找仇敌报仇，他的这个世仇听见他下山来了，他们就埋伏在旁边，准备要来突袭他。没想到这个武林高手一运气，敌人就马上被喷飞了。他一出手，敌人的剑都还没抽出来，他们就原地阵亡了。你看看这个哈巴谷、启示录跟以赛亚，他所形容的像不像这样子的场景？当荣耀的神降临的时候，神要上演一场王子复仇记，他的手一挥就射出光剑，这个不需要电脑合成的效果，这个光线就像雷射枪一样，蕴藏着无比锋刃的能力。他的口一张，就发出夺命的利剑，可以击杀列国。当他一吩咐，就有杖伸出来去击打世界。他一运气，这个气就能够杀戮恶人，还能够让约沙法谷所堆积的木材燃烧起来，烧灭围攻圣城的列王。这位王子全身上下都带着能力，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夺命的武器。除此之外，神还用什么呢？以西结说，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，我必将暴风、大雹、雨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，并他所率领的众民。以赛亚说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，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，并吞灭的火箭与霹雷、暴风、冰雹。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、地震、大声、旋风、暴风，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。这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用了多少的自然灾害来攻击列国，有瘟疫、暴雨、大雹、吞灭的火焰、硫磺、霹雷、暴风、雷轰、地震、大声、旋风。这些风雨、雷电、火、地震、硫磺，这些自然灾害是从哪里发出来？是神就这样子用无敌沙掌去做的吗？耶利米书告诉我们，它是从哪里来的？耶利米说，它一发生，空中便有多水激动，它使云雾从地极上腾，它造电随雨而闪，从他腹中带出风来。神对约伯说，你曾进入血库，或见过雹仓吗？这血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，拿出他恼恨的兵器。所以这些风雨、雷电、冰雹、火、硫磺，都是存在神天上的护防。要做什么呢？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。神用大自然的灾害，让人听他威严的声音，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。甚至于神真正的武器，也是储存在神天上的武器兵库里面。神发命令，让这一些神所储藏的出来，来为神征战，为神降灾。那我们再来看，神除了用自己、用大自然来攻击抵挡神的列王以外，神还怎么样
去破坏披挂整齐、有大小盾牌、各拿刀剑的北方联军呢？神是如何来破坏从上、从旁边、从下面一起来围攻耶路撒冷的联军呢？神是如何破坏他们的武器？神是如何破坏他们的攻击能力？首先，神使他们失去攻击的能力。以西结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出刀剑来攻击哥格。诗篇说，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锡安有他的居所，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并盾牌、刀剑和征战的兵器。撒迦利亚说，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，使骑马的癫狂，我必看顾犹大家，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。神说，他会发命令，吩咐众山发出刀剑去攻击哥格。我想这应该就是一个超自然的攻击，就好像武林大师他的无影神拳一样。这个敌人虽然看不见拳从哪里出来，但是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。那哥格他已经是一个被锁定要击杀的对象，神已经发命令，把这一个击杀哥格的讯号已经放在以色列诸山。所以当这个哥格一来到的时候，诸山就发现影像来了，就是这一个人，配对完成。这就有点像呢，现在这个战争里面被无人机锁定了以后，在无人机的这个监控里面，他根本是没有办法逃脱，他根本没有办法隐藏，所以神就让哥格被锁定在哪里，在这个诸山要发出刀剑的吩咐命令里面，并且神也要破坏哥格大军所有的武器、弹药、战车，让这些攻击圣城的武器成为毫无用处的废铁。那有的武器呢，会完全的失去控制，无法精准的攻击。因为这边说，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，使骑马的癫狂。所以就是这些的武器，它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，它是一个失控的武器，它是完全没有办法精准射击的一个武器。要不然呢，神这边说，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，这就是让他们的武器没有办法精准打击，或者说就算想要打击，却是找不到要打击的对象在哪里，就像瞎子在攻打人一样，他不知道他的对象在哪里，他只能够随便挥拳。所以神卸除了战场上的哥格和他的大军一切武器的威力和杀伤力。对于那些在驾驶着战车要摧毁以色列的那些敌人，那上帝怎么对待他们呢？上帝让这些战士在这个战场上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他们竟然睡着了。诗篇说，雅各的神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。以赛亚书说，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睡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还在作战的士兵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因为神让他沉睡，他们是毫无对抗或者反击的能力，就已经死在自己的血泊之中了。上帝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的。神破坏了哥格大军的武器，又使战士在沙场上沉睡。那上帝的另外一个战略就是混乱这些攻击的士兵他们的理性。以赛亚书说，他的气如仗义的河水，直涨到颈项，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，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环，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，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，好像喝甜的酒一样。撒迦利亚说，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，他们个人彼此揪住，举手攻击。以西结说，
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。那我们看这几节经文，我们拼凑起来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血腥的场面？神在列王和众军的心中放下了一个错误的判断，以至于他们的行为就完全的失去理性和分辨力。神制造了错误的舆论，让众民的口中有什么使人错行的绝环，就是神使他们的心思混乱了，让他们彼此揪住彼此，所以我不让你跑，你也不让我跑，两个彼此纠缠在一起，彼此对打，他们在互相残杀，还以为在奋勇杀敌。另外呢，神又让他们产生幻觉，让他们精神错乱的去吃自己的肉，喝自己的血，还以为在享受盛宴。他觉得他是在吃烤鸡腿，他以为他在喝美酒，所以他吃他喝他自己，他啃他自己，但是他却不知道。所以这是一个很血腥的场面，上帝用他们自己来杀害他们自己。神迎战列国，用超自然的作为向攻击圣城的列王显出他荣耀的威严。神已经告诉世人，这场战争的戏码将要如何上演。那下一次的课程，我们再来看列国在这场末日战争里面，他们知道败事已定，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胜算的可能了，他们是如何向神求和的。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分享。因为我们今天来看见这个末日战争，神怎么样在这个战场里面显出他的威严。其实这时候我们在哪里？如果我们有被提的话，我们是跟着基督降临的那个后面的那些圣者。如果我们有被提，有参加羔羊婚宴的话，今天所讲的场面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锡安山冈会看得到的。我们今天在研究这课程的目的，虽然不是我们去经历的，但是我们会知道神在这世界掌权，神是万王之王，世界没有哪一件事情在他的计划以外，因为他在灵界，他已经在这个地上安排妥当，直到他的计划，他的每一个谋略按着他的时间在地上发生。求神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已经成就的事上，建立在他所应许的事上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我们有一个全能的神，我们有一个可以靠的神，我们也有一个为我们征战的神。愿神祝福各位。